之太阳一样。道可道，非常道的意思是，道可以说得出来的，就是不常道。可道的道字和老子哲学思想无关，它是指言说的意思。第一个道字和第三个道字是构成世界的实体，也是创造宇宙的动力，它是永恒存在的，故而称之为常道。所以这一个道字显然是指实在意义的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德经第1章。无尽藏尼对六祖慧能说：“六祖慧能啊，麻烦你替我解释一下这个《涅盘经》吧，好吗？”真的很抱歉，无尽藏尼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认识字，请你把经文念出来，我可以略解其中的真理。你连字都不认识，怎么能了解其中的真理呢？无尽藏尼，真理和文字是无关的。其实，文字像你我的手指，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手指却不是明月。看月也不一定要透过手指啊。六祖坛经说，文字像是手指，手指指出真理，但一般人只顾看着手指，并没有往手指指的方向深入看向其中的真理。太上不知有之。吴承说，太上犹言最上，最上为大道之事，相忘于无为。太上的意思就是最上最好，最好的世代就是行大道，大家都能清净无为。蒋锡昌说，太上者古有词语，乃最上或最好之意。未测，故为王纪。太上伐秦，其次宾秦，其次兼约而详讲兴国，无相礼也，为最好伐秦也。是上古时代已经有太上这个用语，太上即最上或最好的意思。战国策魏策提及过，所以为皇上献计，最好之计讨伐秦国，其次讨好秦国，再其次与其他国家联合一致。所以说最好是伐秦。杨朱见老子，如果一个人敏捷有力、疏通明达，这人算是好君王吗？这种人有了才能，便供人使唤；有了技艺，便被技艺所累。突然劳动自己的形体，离开道是越来越远了。豹因为身上有文采，猿猴也因为身子矫健被人捉去。你说他们是真正的有智慧吗？哦，那到底好的君王是什么样子？明王治天下，不自以为有功，泽及万物，百姓不绝，这样神话莫测，才能算是好的君王啊。最好的世代，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，没有政权的压力，大家呼吸在安闲自适的空气中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。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。强为之名曰大，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狱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有一事物是天地出现之前已经形成了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好勉强给它个称号，叫做道，又或者叫它做大。所以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。世间上有4大，而人就是其中之一。人效法地，地效法天，天效法道，道效法自然。本章所讲的道，都是指实存意义的道。最后一句所讲的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是指效法实存之道所呈现出来的自然规律。释承启去见老子，听说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圣人，所以我不辞千里的来见你。但是我见了你以后，万万想不到你让我太失望了。释承启回去之后，原以为有胜利的优越感，但是心中反而是一片空虚。先生，昨天我骂了你一顿，自以为胜利了，但心情却很空虚，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你昨天来的时候神态高傲，像要和人打架一样。你呀，就像边境上的野马，突然被人捉到，便心气浮动，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性。是的，是的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失去本性的人，就叫做自然的贼。你如果要修道的话，就请你恢复自然的本性吧。道以自然为依归，道的本性就是自然。老子学说恢宏远大，可惜他没有如孔子般开门授徒，使他广泛流传。但《庄子》一书却记载了老子几位弟子或问学于他的人。老子的弟子只有3人，包括伯具、耕桑楚和杨子居。至于向老子问道的也有3人，包括释承启、孔子和尹喜。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本章谈道，老子认为不妄为，也不故意表现他的作为，无为而无以为，可以称为上德。如果妄自作为，而且故意表现他的作为，为之而有以为，那就变成下德了。上德者，顺应自然，体道而行。如果表现有为，妄自作为，那就失道了。失道是有为的结果。失道的道，即是指自然无为的道，道之华的道，也是承接上文指自然无为的道。梁武帝是个非常喜欢佛法的皇帝，平时经常穿佛衣，吃斋念佛。梁普通8年10月1日，达摩祖师会见梁武帝。我自从继位以来，供养佛僧，建造寺庙，抄写佛经，雕塑佛像。达摩祖师，我问你，这究竟有多大功德呢？根本没有功德可言。怎么会没有功德呢？这些都是6道之中的小成果，都是迷惑的再生产，就好像影子的跟随人一样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即使有善意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施善事之前，心中不可先存有积善德之心。如果施善事是为了积德，便是没有德了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
战争的起因大半由于侵略的野心勃勃，贪得而不知止足，结果侵入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老子指出，统治者多欲生事的危害，警惕为政者当清静无为，收敛侵占的意欲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，就是说天下不行德政，而行王权霸道，所以战争连连，战马也要在战场上产子。这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兵马空总互相杀伐的惨烈情况。伯具追随老聃学道。先生，我有个计划，我想到天下各地去游历。去各地游历，你想先去哪儿啊？我想先去齐国看看。再见了，先生。伯具一踏入齐国的边界，便看到尸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真是太可怜，真是太不幸了！天下最大的灾害，你先遇上了！哎呀，国法上说不要做强盗，不要杀人，但是谁在做强盗，谁在杀人？统治者多欲生事为害，侵入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知作智解。严灵峰、陆德明、王弼和和尚公都曾经对此做过解释，指出这一句的“知”字等同智慧的“智”。严灵峰先生说，此两“智”字原句作“知”，似当读去声，作智慧之智。陆德明释文云：“知者或病因智。”和尚公注：“智者不言，句云：知者贵行不贵言也。”王公注：“因自然也。”又和尚注：“言者不知，句云：驷不及舌，多言多患。”王公注：“造事端也。”宜和尚、王弼两本知皆作智者。伯昏无人去看列子，只见列子的门外鞋子都摆满了。大师，有人找你。老师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指教弟子呢？哎呀，算了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一定要曝光，不要露了行迹。现在你让人来归附你，却不能使人不归附你，这就是你露出了与众不同的痕迹。理想的人格是搓锐、解分、和光、同尘、含敛光耀，列子却偏偏光芒外露，引来了很多人。这是小聪明，而不是大智慧。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其物滋起。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法令滋隐，盗贼都有。意思就是说，天下越多禁忌，人民生活就越困难。法令产生，但是盗贼反而越来越多。从这里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子对于一切行政的非议，也可以体会出老子所处的时代，权力的横暴已经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地步。
可见老子提倡的无为，并非无的放矢，的确是解决当时政治情况的唯一釜底抽薪的方法。射鸟的弓箭花样越多，天空的鸟只好乱飞了。捕鱼的罗网钩子花样多了，水里的鱼只有乱窜了。